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国际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帅华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关税8月1号生效，也揭晓了，千呼万唤，我们终于出现在这个白宫的网页上的一栏，就一个字台湾。加上了20%百分比，总统随即不管是发文、记者会，早上11点半，大家听到了什么呢？他这个话好熟悉，就是非常熟悉的语言，叫做不是成功，也不是失败。听听他怎么定义。此刻不宜贸然去定位这次的谈判是成功或失败。这个时候的谈判团队跟政府，尤其需要在野党的支持跟鼓励。这个时候，我们非常期待在野党能够多给予支持。好熟，对不对？我早上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是噗嗤一声笑出来。就跟大罢免之后，总统说，你也不能说这个是哪一方的成功，也不能说哪一方的失败。所以，就算关税袭来，产业都快要被产业厂商都说都要被灭顶了，喊救命了。总统说也不能说谈判是成功还是失败，而且这时候对在野党说，你们要鼓励，要支持我们哦。怎么鼓励，怎么支持呢？赖清德总统的最新民调，游盈隆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过去是跟他一起并肩作战的游老师喊出来说，全国性的民意正在大转变。他过去只凭自己的民调，这次他综合了其他2份民调，他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警讯，包括了美丽岛跟震传媒，全国性的民调转变不可等闲视之。也就是说，在大罢免之后的数字，现在还没有关税这个数字哦。大家看到赖总统的支持者1个月内直接流失200万人。同时，民进党支持者也流失140万人，等于10个百分比掉下来的信任度跟满意度，都是代表了民意的大改变。总统看到了吗？没有啦，不能说成功，也不能说失败，我们只是暂时的关税，只是暂时的失败，823就赢回来了。大罢免大失败，记者去问柯总召，请问您当时说你自己发起大罢免，您现在会不会考虑辞去不分区立委的选项呢？他说这不必问我，这个是整个党一起来的罢免，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先前是说你自己最有智慧，你最厉害，所以最早发起的，还申请了专利，不是吗？那结果现在说不是，是一个党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所以不会辞职。罢免战的密码，联合报分析为什么顾票率高？民进党明明理论上基本盘通通出来啦，还是惨输呢？简单来讲，就是输在就算倾尽全力的民进党，败战仍然是反罢大于挺罢。除了失去一个道理，再来就是中间选民不好意思还有第三势力的支持，让他败了。虽然赖总统仍然不觉得自己败，就好像当我们企业，我每个访问到的企业界的企业主都已经处于这个半崩溃状态，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是不是倒闭潮。还有产业到底我们还让了什么？不知道。那我们是不是无薪假休的越来越多了？产业有没有什么要重整？不知道。但赖总统从头到尾语带轻松，就算记者的提问怎么样，他都不担心。而且在记者会因颁关税记者会之后，下一场他去哪里？美食展呢？看看他现场状况。关税20%比日本、韩国还要高有信心可以谈到调降吗？我们还有筹码吗？是因为死守农产品吗？总统哪些红线是哪一些？心中有没有理想的数字？什么时候要继续谈？我们有信心比15%还要低吗？就管你记者喊破喉咙啊！总统的表情大家有观察到吗？我第一时间观察他的表情，非常的气定神闲，而且非常愉快哦。站在叶菊兰国母现在云山饭店董事长，这次筹办美食展的主委的身边，好愉快，神情轻松。所以我们不是国家面临的很重大的挑战吗？这不是等于是国难等级的灾难吗？总统叫大家轻松，因为接下来还是暂时而已，我们可以有办法跟232条款绑在一起谈，还可能有更正面的一个调降的空间。美方通知台湾在华府谈判团队，我们要正面看待，还有渴望调降。发言里面也是说，感谢郑丽君副院长等等的，是美国政府表达意愿，愿意进行谈判。哇，不知道这个信心从哪里来，但比日韩都还要
高的这个结果，经济部长本来是说有信心可以谈到更低的，那所以呢？记者会直接经济部长就不用来参加，他也没有来参加。这些谈话内容，不管记者会跟他的脸书发的 AI 判定说相似度大概5%，那所以记者会开了，跟脸书写一写，其实没有差别。开脸书写完其实也就可以了。当台美对等关税20%，郑弘仪喊说不必悲观，要用战队比较重要。就是要抗中这个战队比较重要，但谢金河不是国师吗？当初喊出来告诉大家，台湾关税如果高于15%，就是利空，因为跟日韩之间我们是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有比较起来日韩的条件，对美投资3000亿美元跑不掉。当然现在还有传出来4000亿的，甚至今天还有新的5500亿、6000亿的传闻出来。现在问总统的时候，总统都说这个是秘密我们有保密协定，不能告诉你们到底是多少。好，接下来台湾面对经济转折期吗？还是一个重大的挫折期呢？那么谢金河点名，干脆换院长好了，换谁？沈荣津下任阁揆的人选，重点是在于不用怎么挑战，因为卓荣泰也搞不定，干脆换院长。黄伟汉点名的这3个人选，郑丽君、潘孟安、林佳龙都自己人。目前民进党内这个派系力挺的，当然就是更换阁员。那要不要换院长，就看赖清德是要等823，还在等一等才能决定吗？赖清德很难认清现实吗？这个问题到底失败跟正常，反正道歉也只跟所谓的公民团体道歉。所以行政院提名新 NCC 委员曝光的时候，这些人提出来呢，行政院发言人特别提6月24同意撤回原名单，拖，5月也拟名单，拖到大罢免之后开始要上任，立法院要审议，甚至在开票的过程当中，很多讨论在网络上说3立有台的数字才刚开始开票10分钟就已经上千了，甚至很多冲过头新竹市的票，还有做一些盘整合啊。当然也有 NCC 打电话给电视台在问说数字怎么会冲过头呢？媒体就回答他说，其实这是你网页的中选会的资讯亮哥，所以这次关税的挑战，赖清德很轻松，也叫民众不用担心，这只是暂时的而已没有啦，当领导人当然能够一定是故作轻松状这基本能力啦。不然你根本没有资格爬到那个位置啦。那个赖清德的时间也不多了，因为美国8月7号就要启动了，所以他只有6天。那很不幸这跟232无关，因为232是2个礼拜内美国要另外公布相关的税嘛所以赖清德事实上接下来。其实谢金河讲那个是很实在的话啦。美国为什么20%，然后又说还没定因为台湾一定是跟美国讲说我们还可以让，所以因为台湾当然要面对韩国跟你出口美国的结构重叠60%嘛，那他是20，你是他是15，他是15，你是20。这怎么弄而且我讲白了台湾除了人工智能跟半导体之外，所有的制造业几乎都在6月就进入衰退。这个经济部有资料衰退灯号都已经亮了。那如果你是这样的关税，那我讲白了，除了 AI 跟半导体之外，其他制造业我不知道他下半年怎么过了因为韩国就是比你少5%嘛，所以我认为赖清德接下来这个不要看郑弘仪啦，看下面那个啦，看下面那个谢金河啦，他讲的比较对啦就是台湾如果要争取15%，3000亿是跑不掉的啦。我认为我们一定是还没答应，美国事实上是开价4000嘛那我是认为。他可能会觉得你至少要跟韩国一样，那韩国就是3500不然的话你就要开进口关税，要下降。那这个刚好打到了民进党的本命区了，就是农产品。没错，我认为民进党不会同意了，所以为什么赖清德他的空间其实很小了，就是日本跟韩国也都确定是15了，你还能拖吗？我8月7号就正式实施，你到时候高5%，看你怎么做生意，这非常现实我跟你讲白了啦，工具机
机械制品、五金业、石化业几乎全倒了。你怎么做？你怎么弄啊？成衣等等都是。那个我还没有讲到，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不要那边故作轻松，你明天就见报了啦。所有的同业工会都出来喊话。那半导体跟人工智能当然没有影响啊。那为什么今天股市为什么没有大跌？因为那个国安基金232的税还没有公布啊。是最惨的还没来。我跟你讲，今天一开盘就跌370点了，那第一时间国安基金就进场，这个只要懂金融的都知道。还一度拉到只剩下69点。没错。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了，这个不是重点啦，重点是关税抵定之后，如果你真的比韩国、日本要高5%，那我真的不知道台湾未来怎么办。而且我再讲另外一个啦，如果你承诺3000亿美元啊，这个钱你怎么筹啊？中华民国公债利率年利率不到2% 啊，人家要买吗？难道你要征税吗？难道你要央行卖掉外汇存底、卖掉美债来补这个洞吗？请问钱要从哪里来？的确，总统笑得开心，可以故作轻松，但业者没办法。我今天早上就是访问的是航空货运工业的理事长，他是喊总统救命啊，拿不出办法来，要不然就还不敢讲倒闭潮，但已经有好多家已经宣布要停业了。然后呢，还有接下来的失业，甚至无薪假，没有办法。拜托政府拿出办法来，他只会觉得越来越糟。但总统站出来说不会啦，我们越来越好。你不信看南昆生那个签师傅写得很清楚嘛，一重山一重水。今年这个关税只是第一重山，那美元呢？美元汇率呢？对不对？这个百业这个利率跟韩国都没办法比，你怎么外销？第三个，国防军费还没给你算呢，5%，你搞到2兆，你拿什么钱去补？故作轻松解决不了问题嘛。所以为什么这些事情都不在大罢免以前讲呢？现在干脆大罢免败得一败涂地了，他故作轻松。郑弘仪也讲，不要悲观，你乐观的程度在哪里啊？所以问题就是说，台湾是一个出口国家，你碰了这个台币美元升值贬值的问题，已经损失一大堆了。然后你这个关税搞到你所有行业要倒闭，真是前途不看好所以这些东西啊，川普那一招大家都很清楚嘛，先给你磕一个50%、32%，然后给你20%，你就好像很满意啊，20%也活不下去啊。我跟你讲，后面还等着了，国防预算怎么办？还要加，现在3%都做不到，要做5%，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一重山一重水，有的你去闯了，还在搞罢免，还要贯彻823的那个罢免，你还好意思叫人家团结？我不要讲什么投票不投票，你怎么面对这些百工百业？他们将来下一步怎么办呢？活不下去啊！所以这东西啊，当然可恶的是美国了，土匪强盗一样的，向全世界勒索。但是你要有点硬硬的嘛。我们最不顺眼的就是说，日本这个抗一抗，韩国去抗一抗，还能够争取到15%，我们就跟绵羊一样，什么都不吭气，对不对？大礼先送上了，等人家收了一点都不领情。你不要以为郑亮兄讲的那个半导体不加税，那加起来你怎么办？还没宣布你免税啊！所以这个问题我真不知道台湾的下一步是怎么下去弄。还有这企业界在前方吃紧，你还到美食界去紧吃，这是什么？跟抗战的那个形象，真是让人家看了难过啊！我们所有的企业现在面临生死关头了，你去参加美食节去干嘛？那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这个问题啊，治国主要是有本事。我们看的历史很明显嘛，巴西敢抗，它的税率又降了；中国敢抗，到现在又延长90天了，对不对？今天
还在迷信美国保护，美国跟台湾没有协防条约，战略模糊，连个出兵都不敢讲，我们去交那么多保护费干嘛？对不对？我们对美国一直不停的让，一句重话也不敢说。但赖老师今天的结果，其实企业界我问下来最不能接受都是黑箱，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因应，要不要备料接下来产业的策略。但现在总统就算记者会出来了，仍然是说保密协定不能告诉企业。从4月2号，川普开始宣布所谓的解放日对等关税开始，一直到现在，你看3个多月过去了，100天。这100天以来，我们的企业界一直希望说透明，告诉我们状况，让我们能够因应，告诉我们进度，让我们能够做准备，什么都不说，黑箱子把它包在那个地方。然后现在结果出来了，出来一半，因为川普只告诉你数字20%的关税，台湾还要付出多少代价不说，到今天为止都还不说。请问一下，还有什么保密协定？已经都公布了，还有什么保密协定？那20不是公布了吗？都公布了还保密协定？农产品要不要进口？是不是要全面进口？汽车关税跟货物税是不是要拿掉？半导体台积电是不是要把它的核心技术转给英特尔？你还有太多的东西，还有要不要贡献出3000亿，还是2000亿，还是1000亿美元到美国去投资？你到目前为止什么都不说，只说保密协定。你告诉我们哪一份保密协定？你怎么跟美国签的 ？ECFA 你说是保密协定，你说是黑箱作业，你现在跟美国太阳花抗议就是抗议黑箱，不是吗？太阳花再站出来吧，该站出来了吧？太阳花该站出来了吧？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故作轻松状，什么不要悲观，什么还要怀有希望，这个叫做冷血。你应该要站在我们的这些中小企业主、中小企业的员工跟他的家属，你要站在我们的纺织业、家具业、汽车零件制造业、制造商，还有刚刚曾亮兄所讲的，你要看看，一定会影响到、冲击到经济面的这些产业、这些企业主、这些员工跟他的家属会发生什么状况，会发生什么问题，他们的未来的生活，他们的孩子怎么办？都不站在这边，都不站在这边，就叫做冷血无情。然后还要在野党大罢免，然后现在823还要全力再把他们干掉，要把他们全部都斗倒，然后还说要团结起来，一起向美国朝跪啊，向美国跪趴啊。是你要团结在野党一起跪跟美国跪啊，还是要什么？讲清楚嘛。我觉得啊，不要这样子欺负人啊，欺负在野党欺负成这样子，还要在野党支持你鼓励你，你再把他斗倒，岂有此理，欺人太甚。刚刚看到台湾罗斯工会的前理事长出来讲话了，他说呢，我们关税比日韩高，怎么竞争根本没得玩。中低阶订单被中国大陆抢走，高阶订单被日韩夹杀，台湾的螺丝产业完蛋了。总统听到了吗？可以这么轻松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的关税大战是全球开战的，但是大家的情节程度不同。例如加拿大看起来好像是最严重，过去为了美国出钱出力甚至出命帮他打仗的加拿大，孟晚舟案如何的配合美国，大家历历在目。但现在川普把它当为投号目标，加拿大跟进英法呀，说可能会承认巴勒斯坦，川普不开心哦，还特别发了一个文说，哇哦，加拿大宣布要承认巴勒斯坦啊，那会使我们跟他们达成贸易协议变得很困难，所以宣布加拿大可重税35%，明天起唯一一个，所以就明天要生效。但其实这个重税35%呢，它还加上一些谴责，认为它当中的不配合跟这些措施是没有办法跟美国再继续沟通下去，所以惩罚它了。另外一个模式，像印度模式25%的关税，其实假设台湾是像这样的模式，然后它就是25%关税。
告诉大家说，印度不配合市场的开放，包括了稻米啊、农产品等等的，所以呢，就是用25关税来比。那印度的工商农业部部长是说，印度的政府非常重视保护、促进农民、工人、企业家、出口商、微型企业的各种福祉，所以保护的措施是用尽一切的措施，以国家利益为主。所以关税虽然高一点，但是看起来不开放市场。如果台湾的关税是比日韩高，但是保护了国内市场，代表你有选择性的牺牲，或者是要主要保护谁？但台湾现在就是不清楚到底会不会全部都让了，结论是什么？那么关税大限在8月1号最后一天之前呢，川普还发文去轰印度啊，去跟俄罗斯往来啊，还呛人家的俄罗斯的前总统，叫他好好讲话哈，注意措辞啊。他说不在乎印度跟俄国做什么，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死经济，因为他说印度跟美国也没做什么生意嘛，也没有什么往来嘛，没有什么消费吧，那我们就这样维持原状吧。那是个所谓的死经济，干脆你们一起完蛋好了。我们跟印度的生意没有往来啦，让情况维持下去吧。贝森特财政部长甚至继续讲，印度虽然很早就来谈，但拖拖拉拉，对于整个贸易团队感觉不关心。说真的，他们在国际上表现得不太好。对于这样的关税，莫迪现在据了解当然我们最新消息随时补充啦。他现在目前为止我们所掌握是他还在沉默，所以因此有印度的人开始羡慕中国大陆吗？因为很硬，所以挺得住，像中国一样勇敢回击的霸凌，还是你自己说胜利就胜利？想必印度的网友很多讨论说，都已经被川普贬义成死亡经济了，这种侮辱从未发生过。但川普的霸凌，莫迪却还沉默吗？没有办法回应吗？其实重灾区还有瑞士，中立国瑞士怎么会这么惨，谈崩成这样？在这次谈判卡在所谓贸易赤字这一点瑞士承认谈判失败，他们总统出来说没有办法就瑞士跟美国谈的结果。对联合声明，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出现的这个联合声明呢，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瑞士到最后一刻仍然希望华府找到可以听他理解立场的倾听者。那现在反而觉得，因为他们生产出了美国热爱、很爱买的高品质产品，他们自己没有的，因为有了高品质的产品，反而遭到了不公平的惩罚。他至少还敢讲一个不公平的惩罚。所以呢，现在各国的办法用尽之后，目前结果是如此，瑞士跟美国谈崩了，它的关税是比4月份原本解放日公布的30亿还要高的。还有墨西哥，相反的，它反而获得了90天的展延，因为他们还有一个贸易协议在这个地区。接下来是不是代表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总统说得到了维护，不知道，因为这90天的展延，接下来包括墨西哥要继续支付25%芬太尼关税，25%的汽车关税，钢铁铝啊，像日本也是特别被征了50%的钢的关税，是不是会50%不一样？这也是我们台湾担心的。现在只看到了所谓的20%，还有没有其他的藏在后面？但大家最觉得特别的当然是巴西了。巴西这个鲁拉直接跟川普是一直在空中对干对呛，然后说川普如果打政治战，我们就当政治战来打。他谈贸易，我们就坐下来谈，没有理由害怕。你制裁我，你给我高关税，我就跟你对抗，我也会全面的展开反抗。结果最后呢，还努力争取美国降税嘛，传出来咖啡的关税可以到50%嘛。那最后，当时川普不是说对巴西要强力的制裁，给他50%最高关税？默默的，他没有在发文的情况之下，巴西在这表格里面出现了10个百分比，比先前的50%大幅下调了40个百分点。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就是对抗，而且不妥协，对川普对骂而已啊。亮哥，我这个川普，因为他相信关税可以让美国的经济变好嘛，这个是让美国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反对了。那没办法，他是总统啊，所以只有2种情况，他可能会重新调整啊。第一个就是股市大跌了，那第二个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啊。那因为明年有期中选举嘛，相信他会受到国会议员的压力。可是我认为今年要调整难度非常高，所以今年大家就是要撑住啊，这没有办法啊。那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加拿大事实上是最没有筹码的啦。加拿大出口到美国是72%，结果加拿大老百姓这么强硬，就是觉得尊严更重要，那他们愿意撑啊。其实如果这样也没什么话好讲啊。瑞士也是，
瑞士4月它的税率是31，现在变成39，啊，就美国就觉得你是很难谈呢，怎么都不让呢？上瑞士对美国大概是顺差大概200多亿啊，那可是他就是这样啊，那这个总统也没有受到国民的谴责啊，所以坦白讲，那个老百姓的思考方向也蛮重要了。比如说印度4月是26，那最后是25哈，只降了1%啊。那个川普讲的很难听啊，就那个国家死气沉沉啊，实际上就是在骂他的官僚主义嘛。那这个印度不愿意调整啊，那就是没有办法，这个那你就不要买美国的东西啊，反正他国家够大啊。那到时候你美国企业要来经营我的印度市场，我也可以找你麻烦啊。我觉得大概就这样了。那墨西哥也没有怎么让啊，可是墨西哥跟美国是第1大贸易国啊，它超过中国啊 ，Number One 啊，所以你看啊，其实川普也有很现实的部分，对墨西哥、对中国都延3个月，对，因为太大了，会伤到自己。简单来说，是只挑软的吃啊，软的快决定。打瑞士不是就是杀鸡儆猴嘛？我们慢慢谈。哪个小国家？戴老师，其实川普一向如此了哈，但是我觉得他对加拿大有偏见了，好狠的哦。但是加拿大的出手也够狠啊，这个最主要还是来自于法国的总统马克龙。马克龙他是整个西方国家第一个把这种假面具拿下来的人啊，也就是说。加沙地区的以色列的这种种族灭绝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一个阶段，那他们眼看着他们在过去的这种眼很大、虚伪已经包不住了，国内的反弹的声量，全世界还有中东地区的反弹声量已经到没有办法再装这种虚伪的关心的一面，所以马克龙就说，那我要宣布承认这个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了，2国方案了。这个一宣布以后，你欧洲的很多的国家都站不住脚了，英国也站不住脚了，所以纷纷的就都跳船了，说那我9月份也会承认。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就烧到了加拿大，加拿大就在美国的北边，然后美加过去人权每天挂在嘴巴，加拿大这一跳出来的时候，就狠狠的打了川普一把脸，就是说你这个家伙美国人权就是都是虚伪的然后伪装这种的伪君子，伪到底。那川普气到不行气到不行，就拿关税去修理加拿大，这一修理就更凸显这个美国的霸道跟不讲人权。好，那我们看到英国也承认了，英国也承认9月份嘛，所以我们看到，但是要拿英国没办法嘛，奇怪了。没有，因为英国他们已经先签了，对，已经先签了，但是英国说到9月份才宣布了好，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眼很大，这个就是西方人的虚伪性。那川普就说我是小人我是小人带疯子，你又怎么样所以我根本就是不虚伪，我就直接打你的脸。这一打，那当然就噼里啪啦打了一下。好，可是问题就在于说，瑞士有人说，瑞士为什么那么硬？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才4万多平方公里。其实瑞士的劳力士表或者瑞士的很多的东西它都是属于身份的象征，精品。你美国人坦白说，能够买劳力士的、瑞士的这种，他也是有钱阶级的。你关税涨到31，他还是会买。对，他没感觉，不差，不差。说的也是。另外，买不起的还是买不起。另外还有的，自然都可以。他可以透过欧洲带过去，对，还可以透过中国大陆带过去，因为中国大陆小嘛，不是，因为大陆跟瑞士有签自由贸易协定，所以他可以从中国大陆再带过去，到大陆去 shopping， 然后玩一趟。再带一点劳力士回到美国去，那你想想看，大陆也欢迎，瑞士也欢迎，瑞士没在怕嘛？真的没在怕觉得越谈越高，也没关系。个人带得动的东西，窍门多了，真的，越高端的越不容易被制裁，回去就转卖就赚30%，而且钻石在 X 光机看不出来的那走私带钻石的，不要教太多了。哎呀，将军太多秘密来怎么看这个局？这个局我跟你讲，就是
柿子软的吃，它也不见得能得到什么好处。但是这个声势吓人嘛，杀鸡儆猴嘛，对不对？碰到硬的他就没办法。印度、中国大陆、加拿大，所以这个例子啊，我觉得台湾参考一下。日本、韩国屈服还有点道理，人家有驻军在那里，有协防条约的。我们连一句说个明白的话都不敢说，模糊战略，连一句不公平都不能说。不是，我们图个什么嘛？图什么呢？你说你也不美国也不驻军，图抗中喽？也不签这个协防条约，连句我愿意协防台湾的空头支票都不讲，还赖清德远巴巴去个纽约也不同意，我们这个棋子也做得太委屈了一点吧？那你为了一个抗中换了什么东西呢？很简单啊，后面我一再讲嘛，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嘛，真的，因为你这个关税效应是慢慢扩散的嘛。那台湾的通膨就是慢慢涨嘛，然后失业萧条，这个是可以预见的嘛，对不对？连我这个搞国防都想，还要5%的国防预算，问题是钱拿出来了，能买到什么东西啊，大哥啊？M41A1 的战车在俄乌战场41辆，被干掉17辆，被俘虏4辆，这不是我们的所谓尖端武器嘛？还要吹成地表上最强的战车，你知道吗？俄罗斯的战车战场上打掉1万多辆，乌克兰的也差不多8000多辆，战车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拿来保家卫国的东西了嘛。所以我在想，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买？钱就是这样子过去了嘛，就跟我们当初台积电这样送出去换到什么？我觉得什么也没换到啊。现在下一步更狠呢，我们那些晶片上下游的产业链是不是也过去了？那台湾还剩什么？还现在亮哥还讲得很好听的，将来 AI， 我看 AI 搞不出什么太大的名堂，因为你电的不够嘛。你有电，你吹牛我还听啊，对吧？人才资金都在那里啊，都被AI 是帮美国做零组件，帮美国做零组件的，美国讲的利益要拿90%啊，那你还赚什么？所以灾区很多啦，各国都有不同的这个程度的情况，但显然台湾的因应比一比，就会觉得到底足不足以代表人民的心声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唯一的好处。在美国的关税大战里头，美中的关系是最扑朔迷离的。那么接下来美中还有地缘政治的冲突，又要抗中，一方面又想要仿中，接下来会怎么发展？但我们先看到的军事上面的各几个消息，美军 F-35的战机突然坠毁在加州，造成了巨大的黑烟狂冒，还好飞行员成功逃生。但这个消息呢是发生在当地7月31号的6点30分左右，大家都关注 F-35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那么美国的军武到底军纪还有武器的维修 SOP 有没有出问题？像美国的核潜舰俄亥俄州到澳洲去了说是要加强嚇阻潜在的威胁，对的是谁？当然也就一目了然。但是也有大陆最新曝光，在台海的上空驱离外军，我不知道这个画面是外军是谁，是一架直升机，它是用模糊的方式处理，但是画面里有一位军方的解放军的陆军航空兵不断的喊话，听听这段画面。我是中国陆军航空兵，你即将侵入我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飞过去以后，给它呈这个对峙状态，就这样僵持了大概1个多小时。军舰机钻到云里以后，突然向我左翼大速度冲击挑衅。2,000米、1,000米、500米，不足500米的时候，他怂了。最后他突然掉头走了，但公布这样的画面概念是什么呢？最近在这个周边全世界都不平静，中国的海警也有公布了一个6分钟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大家都是互相抵近啊，谁先退谁先输，包括了
侵权的船进到仁爱早礁附近的海域呢，中国海警就是继续的往前，来冲过来啊，2个肩膀搭一个，来过来嘛，谁先怕谁先输，最后用6分钟将船只给脱离了哦。那美中呢，看起来现在是要对话呀，这个关税还在延后谈判呐，但是呢，还有一个消息是美国公布出来的所谓独家消息吗？被形容叫做验证真实性极高。价值3490万美元的俄中军事合约被说曝光了，这是一位战地记者，这一位Joy 他所公布的，说俄罗斯在帮助中国大陆准备入侵台湾吗？这个计划叫做剑，是刀剑的剑的计划。那形容呢，俄罗斯国防部出口跟中国的中电科技公司签署的这个计划呢，就有各种空降指挥自动化的系统。这种计划可以代表造成台湾可能的风险吗？签署的日期合约都已经超过了4年了，这个时候公布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黑月骇客组织说，中国要攻击台湾的威胁不再只是潜在，而是现实的威胁。这个怎么我们的当然相关的单位要拿来大为宣传才对啊？那这个文件签署到底有没有实际是俄国履行合约才去打乌克兰等等，有各种的揣测。但台湾的安全到底有没有保障，这个是大家台湾人才真正关心的议题。中俄还有8月的联合军演，外媒分析，中国大陆是想要取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称王啊。那当然，美国放这些消息都要告诉大家，俄中走的有多近，有多危险嘛。所以很多的措施在对抗里还讲说，如果跟俄罗斯有任何的购买这个能源，都要加以谴责啊。中国国防部也宣布接下来8月会跟俄罗斯的这个演习呢，代表密切的互动。美联社报道，中国的大规模军事升级是想要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军事强国，继续把对方打成一个恐怖的对手。中俄海上的联演呢，中方的舰艇到了俄罗斯，大陆的北斗被说朋友圈扩大吗？伊朗这里准备要弃守。把这个 GPS 改用北斗系统咯。伊朗通信的信息部副部长公开表示现在伊朗从美国的 GPS 要移转到北斗，北斗系统不但可以架构更先进，定位更精准，在亚洲具备足够的覆盖优势，而且是由中国大陆掌握，而不再是美国，他们觉得比较安心。而这个伊朗的决定呢，告诉大家说，连伊朗美国控制的太空这种控制各全球的这个概念呢，也时代正在终结了。包括奈及利亚啦、突尼西亚很多国家可能都准备要做这种跳船的行动吗？亮哥，先来看看美中的地缘政治。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就是逐渐的要建立它政治上的势力范围啦，就是有哪些地方我不让你进来，这个就跟美国、俄罗斯，其实大国都会有它的军事的势力范围啦，比如说上次中俄联合舰队靠近阿拉斯加，美国在那个24海里之外好远，就派了6艘军舰来说你不能再进来了。事实上人家也没有违反国际法啊。还有俄罗斯勘察加半岛附近你敢去吗？所以我觉得有点类似啦。那至于说中国大陆如果他要发动武统会有中俄联合的军事计划，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啊！这个表示这个军事记者本身就是个白痴嘛，完全不了解中国跟俄罗斯还有台湾的状况嘛。这个连评论都不用评论这个叫做神经病计划。中国大陆如果真的有所谓武统计划，那绝对他是自己的机密啊。那怎么可能告诉任何国家？怎么可能寻求任何人合作？那到时候俄罗斯如果没来了，那整个计划怎么办？那简直是开玩笑嘛！那至于越来越多的国家会逐渐从 GPS 转到北斗，其实这个跟中国大陆军武的出口是有关的啦。没错。那这个可能就意味着伊朗可能是真的买了红旗9B 那个地对空防御飞弹。那进一步搞不好还会买它的其他东西，才能配合运作。它这个一定要北斗卫星是，而且不能让美国查到啊，所以它会有各种考虑啦。那其实目前我们还不能证实的是伊朗，可是有很多国家都证实了这个埃及啦、塞尔维亚啦，甚至委内瑞拉很多地方都证实了，
就是他要买中国的武器，而且都涉及定位导航的部分。那如果这样，当然他一定就会开始结合北斗嘛，这是必然的啦啊！而且北斗卫星至少在整个东南亚跟东亚还有南亚地区啊，它的精准度是超过 GPS， 因为它射的卫星比较多，所以会看得更准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买了中国大陆的武器，你当然一定会换着用啊，这是必然的。因为上次印度战争就可以看出来，这个跟卫星一起合作的必要性是如何。将军怎么看呢？这个第一个北斗精度高而且便宜啊，所以北斗卫星中国就可以赚一大笔钱了，因为使用者越来越多嘛。这个而且 GPS 还有一个不良的记录，它对美国对你不爽的时候可以锁起来，它可以不是让你模糊化，甚至于误导。所以这个东西。你卖一个商品，你应该有个 guarantee， 说你就是这样用啊。中国大陆至少没这个记录了哈。第二个，前面那个 F-35B 啊坠毁，那是代表什么？35B 它的维修费很高，为什么维修费高呢？它又要搞垂直起降，这个飞机里面的机件呢运作的协调啊，就很容易出问题。它坠毁出事，我觉得不意外。因为它的妥善率已经降到50%以下，妥善率降到50%以下，飞机怎么会非常容易失事嘛？最近还有一个消息，一个歼20啊，飞到这个韩国还是日本上空回来没被察觉啊。对，这个东西你想想看，阿拉斯加的扑爪雷达，对不对？日本的扑爪雷达，台湾的3个扑爪雷达都涵盖3000公里的雷达收缩面都没有发现。这个隐身效果谁强谁弱，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很大一个威胁了。所以慢慢，中国大陆因为军武科技的进步啊，它很多行为就表示了充分的自信。你要骚扰我的边境，我马上就强迫驱离。至于这架直升机，我都怀疑从哪里来，从日本来太远了，飞不到它就要坠落了。最可能大概是菲律宾的因为。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陆战队改为滨海战斗团的时候，它很多小离岛里面，它一定要用直升机去补给啦，或者干什么。这也是就是说，我证明我刚刚讲那一点，你任何这个越界的，我就非常不再客气了。像以前是靠一个劣势去逼的结果坠机，现在是公开政府支持，你就是这样做了嘛。不像上一次那个。在南宁那边摔的那一架不一样，那现在菲律宾你在海警再来骚扰就把你带走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国家有了底气以后，他的对外的态度是一个转变，而且刚刚曾良兄讲的政治地域的扩充，军事武力就随便要跟到那里，因为国家的外交跟政治是靠军事来支持的，所以现在你看第一岛链就变得美国的力量就越来越弱了嘛。那俄罗斯虽然海军不强，它跟中国它的海军还是要在北边延续，它有很强的潜艇嘛，同样造成美国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航母的优势，美国已经逐渐衰退了。所以“一带一路”也好，太平洋这边的1、2岛链也好，中国的军事影响力已经到了2岛链，那很明显就到2岛链。所以将来什么时候到了3岛链那边去晃晃，都不是很意外的事情。就是说，斗而不破的状况之下，这种行为你会慢慢看得到。是好。所以赖老师，当我们看到美国的全面在经济的关税侵略嘛，来编做，但中国大陆这部分是默默的自己的军武不断的在提升，因此双方是不是产生了一些很不一样的发展？不一样的根本性的发展，就是说大陆的练武的对象是以这个美军为对象，就是说怎么跟美国交手，怎么打败美国，所以它的训练的强度是很够的。所以你会看到在这段时间，所有的所谓的外敌几乎都是美军，例如说这次讲到的美国的舰载直升机低空的已经要渗透穿越到中国大陆的领海，估计应该是在南海这个地方。要不就在海南岛，要不就是在于中国填的岛礁，看那个基地的位置很像岛礁
比较大型的岛礁。那也就是说，它已经碰触到那些岛礁。那中国大陆当然，这个陆军的航空兵就上去了，就把它赶走。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是代表彼此之间针锋相对。在东海这个地方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啊，解放军的这个拍过歼20啊，也拍过歼35，然后跟这个 F-35来对峙，然后最后把它驱离成功啊，等等的这种短兵相接的画面，彼此那个大陆是越来越不让，而且越来越咄咄逼人，也就是把美国就硬赶走。那么对美国人来讲的话，横行霸道在太平洋几十年了，现在碰到强劲的对手，他的感觉的挫折感越来越大。他们的飞行员也好，或者他们的船长、舰长，他们的挫折感越来越大，荣誉感越来越低，因为一天到晚被赶走。一天到晚被打得灰头土脸，然后都很难看，所以他们的训练的强度也在增强。可是当美军的训练强度增强的时候，就开始出问题了：载机的载机，吊机的吊机，撞船的撞船。在韩国也撞船，在日本也撞船，在这个往关岛的方向走的时候，潜舰都能够撞船。你可以看到，水面战舰也撞，潜舰也撞，飞机也掉。什么东西都来，这代表什么？代表美军一旦强度一拉高以后，这个演训就出问题了。好，不过我觉得这个中俄的这个计划是很有意思，里面有破绽太多了啊！为什么说破绽太多？你也觉得是一个笑话吗？这是一个笑话，因为他说，因为骇客说这是真的，然后一个军事记者说他证实这是真的啊。那我们就问，第一个，他们说这个合作的，也就是大陆委托俄罗斯帮他们写一个软体，这个软体就是空降指挥的这个自动化的作战系统，这个软件合约是3000多万美元。好，可是他说是中俄联合要侵台，标题是这样下，但是它发生的时间是2021年，而俄乌的战争是2022年。这个就不合理了嘛。是，也就是他说要用俄国的实战经验来帮中国大陆那这个就不合理。第二个呢，如果我们的了解的话，从1949年开始以来一直到1958、57中俄之间的合作长达10几年，所以他们本身的合约基本上都是中文跟俄文，不会用英文。除非这个骇客组织他通晓中文跟俄文，那我佩服他。那如果这位军事记者他也通晓中文跟俄文，那我也佩服他他能够很流利的看中文版或者俄文版然后就说这个是真的这个都是很有趣的一件事。那我想，如果常常来往于两岸的就是说在台湾跟大陆，还有在海外的，在欧洲或者是在美国的，那都有用过 GPS 跟北斗的相互比较的经验。我们亲身经历，我们可以证实。北斗确实比 GPS 好用，精准度高，因为我们都知道大陆的交通系统那个立体化更彻底它好几层，高速公路都好几层。如果我再举一个例子，重庆好了，重庆可能是全世界地表最复杂的一个城市，它的立体交通是更为复杂。北斗完全一个定位，如果是 GPS 的话，把你掉进河里面，掉进长江，跟你保证。如果你根据 GPS 走的话，保证你开到最后的嘣掉进长江里面。但是你跟着北斗走，绝对不会有问题。你都知道你要走哪一层的空交。